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3年后，再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处境，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。1月13日，狗子刘大锤突然爆料赵丽颖孕期事件，并说到赵丽颖怀孕期间会带着小助理亲自购买母婴用品。很快这条词条便登顶热搜。说实话，在看到这条热搜时，笔者是发懵的，实在想不明白这条词条为什么会成为热搜。当妈妈的给自己孩子买东西，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？面对这条热搜，赵丽颖也没有惯着，当即就展开了反击。不得不说，赵丽颖确实十分的刚，这波反击也让不少网友和粉丝拍手称快。只是谁能想到，这般如女王一样的赵丽颖，也曾狠狠摔过个跟头。现如今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离婚3年了，两人也早已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。古人常说门当户对，初看之觉得迂腐老旧，但随着进入社会，见多了太多的分散离合，不得不承认老祖宗是有一定人生智慧的。正所谓三观不同，何必强融？交友如此，结婚成家更是如此。1978年，冯绍峰出生在上海市。有关冯绍峰的家庭背景，早年间网络上各种揣测层出不穷，但无一例外都指向了一点：身价不菲。但是面对这些揣测，冯绍峰曾出面辟谣，表示自己只是普通人家出身，并没有网络上传言的那么夸张。更谦虚地说道，自己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国企领导。但是纵观冯绍峰的求学生涯和演艺经历，实在是很难令人信服。再加上刚出道没多久，就能开得起跑车，住得上别墅，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持，几人能够做到？也正是这样殷实的家底，培养出了冯绍峰一身温润如玉的贵公子气质。早年间的冯绍峰，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，都担得上一句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尤其是冯绍峰早年间的民国扮相，当真是绝了。只可惜岁月如刀，刀刀不留人。温润小生也免不了成为大叔。但是比起之前娱乐圈的油王，不得不说，冯绍峰还算是书圈里难得一见的一股清流。作为家中的独子，冯绍峰自幼享尽了父母长辈的疼爱。在冯绍峰幼年时，受热爱文艺的母亲影响，便开始接触文艺，成为少年宫的常客。陆续开始接触小提琴、话剧、演讲。4岁时参加千人比赛就能毫不怯场，更夺得第1名的好成绩。16岁时，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。到了高中时，就在大家紧张忙碌、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时，冯绍峰已经凭借着出色的会考成绩，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。1998，凭借着首部电影《星星串》，冯绍峰正式出道。此后，冯绍峰陆续接拍了《爱情密码》《男才女貌》等影视作品，被观众所熟知。之后的冯绍峰更是片约不断，凭借着年度大戏《女人花》《芸娘锁清秋》，也让冯绍峰带稳了民国公子哥的称号。说来也真是巧啊，谁能想到冯绍峰和赵丽颖这么早就有了合作？不过二人一个是男主，一个是小龙套，自然也就没什么交集。2011年，我国首部青川大戏《宫锁心玉》更是将他的事业推向一个巅峰。可以说，冯绍峰的人生主打的就是一个平坦顺遂。而这安逸的原生家庭和顺风顺水的人生经历，也导致了冯绍峰在事业上没有多大的上进心，为日后他与赵丽颖的分歧埋下了隐患。与冯绍峰这种仿佛开了挂式的人生，赵丽颖的人生导向是红尘中的每一个我们。1987年，
赵丽颖降生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，家中还有一个弟弟。如同大部分的农村女孩一样，过早懂事的赵丽颖早早的就开始帮助家里人做起了农活。在其他还在寻找自己人生兴趣，培养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时，赵丽颖便干得了一手利落的农活，洗衣、扫地、做饭、摘棉花、剥玉米，完全不在话下。随着赵丽颖渐渐长大，她也出落得越发的漂亮。然而此时的漂亮尚且青涩，充其量只能说得上一句标致，更谈不上惊艳。如同大多数人一样，早年间的赵丽颖也普普通通，在学业上更是中规中矩，说不上多么有读书的天赋。所以中考后的赵丽颖来到了当地的一家中等职业学院。出于小女生的一点浪漫的幻想和对世界的向往，赵丽颖报名了这所学校的航空服务专业，满心欢喜地认为将来自己会成为一名空乘人员。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随着对世界认识的逐渐加深，赵丽颖明白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这句话。为了糊口，也为了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，毕业后的赵丽颖在当地的一家管道防腐公司做防腐助理，每天日常工作就是按时打卡上班，然后埋头填写一堆报表。此时的赵丽颖就像是一块未经雕琢过的璞玉，但幸运的是，赵丽颖自己将自己精心雕琢成一块精美剔透的玉石。2006年，19岁的赵丽颖抓住了命运的机遇，或者说她成全了自己的野心。当时的赵丽颖无意间看到了雅虎搜星的海报，不甘心一直过着一眼望到头生活的她，报名了参加了此次的比赛。仅凭赵丽颖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敢于跨出第一步，笔者就一直很欣赏赵丽颖。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天救自救者，天弃自弃者。最终赵丽颖抓住了命运的契机，不仅一路冲进决赛，还被分配到了冯小刚的组里，更拿到了该小组的冠军，也得到了华谊兄弟的赏识，顺利签约。比赛结束后，赵丽颖便接拍了冯小刚执导的广告贵族片，从此开启了自己的逆袭人生。都说娱乐圈僧多粥少，想要混出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君不见横店每年有多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，君不见每年各大艺术学院的科班生毕业即失业。所以即使签约了华谊，作为小透明的赵丽颖也不受重视，更分配不到多少的资源。更多的时候，赵丽颖一直在各大影视剧中出演龙套和背景板。可以说，在前几年的时间里，完全是赵丽颖凭借着一腔热爱熬出来的。工资最低时更是只有2000元，就连温饱都难以维持。因为并非科班出身，没有丝毫演技的经验，更多的时候，赵丽颖只能从实践中磨练自己。在7年龙套生涯里，赵丽颖几乎每一年都是泡在剧组里，不是跑龙套，就是打杂，一边演一边学。也正是这段经历，磨练了赵丽颖坚韧的意志，也让赵丽颖成为娱乐圈少有的演技派。都说苦心人天不负，3000越甲可吞吴。2011年11月，随着新《还珠格格》的热播，也让赵丽颖走到了观众面前，被观众所熟知。但真正让赵丽颖被人熟知的，还要数2013年播出的《陆贞传奇》。虽然这部剧套着历史的壳子，以戏说为主，剧中人物的人设与历史记载的人物更是南辕北辙，毫不相关，但一点也不妨碍大众对这部剧的喜爱。赵丽颖和陈晓也因此双双走红。俊男美女，年龄相仿，长相相似，再加上戏里戏外的暧昧，也让无数观众磕起了 CP。期待着剧里高湛和陆贞的遗憾在剧外得到弥补。但娱乐圈的感情就是这么充满戏剧性。面对3人的纠葛，曾经的第一狗子卓伟更是作诗词云：
歧路单飞恨雕兄，千古不敌包子公。也正是这段不愉快的经历，让赵丽颖此后再未炒过所谓的 CP。此后专心于事业。2015年6月播出的《花千骨》更是让观众和业内人士都认可了赵丽颖的实力。此后的赵丽颖也算站稳了在娱乐圈的脚跟，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赵丽颖对事业的追逐。此后的她陆续接拍了《蜀山战记之仙侠传奇》《老九门青云志》《楚乔传》，可谓是佳作频出。反而自2013年《兰陵王后》就没有什么叫得出的作品，更多的被观众所记住的就是他的女友。一直到2018年，冯绍峰的事业才有了转机。在那一年，冯绍峰和赵丽颖先后搭档了《西游记女儿国》和《知否知否》，硬是绿肥红瘦。在开拍时，《西游记女儿国》时便有人爆料二人同居、度假的消息，但却遭到二人的澄清、反驳。甚至在宣传《女儿国》这部电影时，郭富城还说了这么一段话：绯闻通常都是真的，都说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二人的澄清并没有遏制这种传言，甚至渐渐还流传出赵丽颖怀孕的消息。没过多久，正主赵丽颖便来澄清，为了以示清白，便有了微博上著名的 P 叉照。所以当二人官宣结婚时，不出意料地迎来了一波嘲讽。对于双方的粉丝和部分路人而言，这桩婚姻更是充满了迷惑和仓促。赵丽颖的粉丝更是认为男方配不上自己正主。但俗话说得好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感情这件事情终归是自己的，所以吵归吵，闹归闹，丝毫不影响正主之间领证官宣。就在大众逐渐接受这桩婚姻时，二人又毫无预兆地官宣了离婚。从官宣再到生子、离婚，主打的就是毫无征兆。时至今日，双方已经离婚了3年。提起这对，不少网友还表示迷迷瞪瞪。其实一切早有预兆。早前，在八爷和晴川 CP 吵得沸沸扬扬之时，杨幂在接受一档访谈节目时，就对冯绍峰做出了评价。而冯绍峰的前女友团也佐证了杨幂的说法。而对于这样的空调型暖男，赵丽颖早就做过表态。除此以外，婆媳关系也是一大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结婚从来不是2个人的事情，而是2个家庭的融合。早在赵丽颖婚后没多久，便频频传出赵丽颖的婆婆看不上赵丽颖的消息。虽然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承认，但是无风不起浪，或多或少也会有些因素在里面。然而真正能压垮婚姻的，还是2人之间的长久相处。婚前有情谁引宝，婚后夫妻之间的相处才是长久之道。但是看冯绍峰的一则采访，就能知道二人不是一路人。冯绍峰身上有着文艺男的感情，脆弱、敏感、玻璃心，他喜欢安定、安稳，追求风花雪月的浪漫。但是历经诸多搓磨和被全网黑，全靠一股韧劲走到现在的赵丽颖，则更偏向冷静、理智。这样的人，他往往会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，追求效率，追求务实，而非温言软语、情感上的抚慰。也正是这完全不同的性格，也注定二人分道扬镳。不过，比起娱乐圈其他人用出轨这样难堪、狼狈的方式结束婚姻，二人的结束体体面面，好聚好散。结语：现如今的赵丽颖已经重新出发，在其他85大花还在执着于古偶市场、执着于女主角时，赵丽颖已经跳出了所谓的舒适圈，并且成功转型。现如今的她，有钱有颜有事业，还有贴心可爱的儿子和喜欢她的粉丝，就连路人缘的口碑也是娱乐圈少有的好，可以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反倒是冯绍峰就有些不尽人如意了。离婚后的冯绍峰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，
但都反响平平，没有什么大的水花。唯一一部稍微有点热度的《星河长明》也被观众吐槽微辣眼睛。